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相亲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来自上海的空姐小晴和台东的小农阿志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爱情面前，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迷惑。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和品质。小晴是东方航空的一名资深空姐，今年28岁，身高170，标准的模特身材，长相出众，皮肤白皙，留着精致的短发，平时总是化着精致的妆容。她在上海有一套自己的小公寓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不菲。按照上海的标准，她绝对是一个高质量的结婚对象。晴晴，你说你都28了，还挑挑拣拣的干啥？妈这次给你介绍的这个对象条件可好了，人家可是台湾的企业家呢。小晴的妈妈在电话那头唠叨着：哎呀妈，我知道啦，我这不是工作忙嘛。再说了，您介绍的那些所谓的34，优质男34，上次那个不是一见面就问我家里有几套房吗？我才不想嫁给那种人呢。小晴一边化妆一边应付着妈妈的电话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你姑妈的朋友介绍的，人家在台湾做生意的，家里有矿啊。小晴的妈妈对台湾有种特别的崇拜，觉得台湾人都是有钱人，特别是做生意的。大陆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港台剧中，觉得台湾都是豪门大宅、阔少名媛。好，那我这次去台北出差，见一见就是了。小晴敷衍地答应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小晴在一次飞往台北的航班上遇到了这次的相亲对象阿志。说起来也是缘分，阿志正好是这趟航班的乘客，他是去台北参加一个有机农产品展销会的。小晴通过乘客名单找到了他，并特意去关照了一下。您好，请问是陈志远先生吗？小晴礼貌地询问道。啊，是我没错。阿志有些疑惑地抬头，看到小晴漂亮的脸蛋时明显愣了一下。听说您是我姑妈朋友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真巧，我是这趟航班的空姐小晴。小晴微笑着说道，心里却在打量着阿志。阿志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和休闲裤，皮肤被太阳晒得有些黝黑，手上有些老茧，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人。不过他的五官端正，身材结实高大，笑起来很阳光。哇，原来是小晴啊，真的是太巧了。阿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让小晴也不禁莞尔。在飞机上，小晴抽空和阿志聊了几句。阿志告诉他，他在台东经营着一个小型有机农场，主要种植水果和一些特色蔬菜，规模不大，但是产品质量很好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我们家的农场虽然不大，但是我们坚持不使用化肥和农药，完全靠有机肥料和自然耕作法，所以产出的蔬果特别健康，口感也好。阿志自豪地说道。小晴听了心里一惊，农场，这不就是种地的农民吗？妈妈不是说他是企业家吗？难道所谓的34，企业家34就是种地的农民？这和他想象中的台湾富商相差太远了。那个，您的农场规模大吗？有多少员工啊？小晴试探着问道。哈哈，其实就是我和我爸妈，还有请了2个当地的阿姨帮忙。不过我们的产品都是通过有机认证的，在台北的一些高端超市和餐厅很受欢迎呢。阿芝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，小晴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原来所谓的34台湾企业家34，就是一个种地的小农。他在心里直接给阿芝打了个叉。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长大的小晴，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嫁给有钱有地位的男人。农民这个职业在他的择偶标准里简直是垫底的存在。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空姐，小晴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微笑和礼貌。那很棒啊，有机农业现在很受欢迎的。是啊，虽然辛苦点，收入也不算高，但是能够种出健康的食物给大家，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阿芝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和自豪。飞机降落后，阿芝主动提出要请小晴吃饭。小晴本想拒绝，但想着好歹是长辈介绍的，不好太不给面子，就答应了一起吃个晚饭。阿芝带小晴去的不是什么高档餐厅，而是台北一家很有特色的小吃店，主打的是各种台湾本土小吃。这家店的卤肉饭和蚵仔煎特别有名，是我每次来台北必吃的。
阿志兴致勃勃地介绍道。小琴强忍着内心的不满，她平时在上海吃的都是精致的西餐或者高档的中餐，这种平民小吃在她眼里简直掉价。但是为了不失礼，她还是跟着阿志点了几样招牌小吃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环境简陋，但是食物的味道确实不错。阿志在饭桌上向小琴介绍着台湾的风土人情，以及他在台东的生活。台东真的很美，有山有海，空气特别好。虽然比不上台北繁华，但是生活节奏慢，每天都能看到日出日落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吃到自己种的蔬果。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活。阿志说起家乡时，眼睛里满是温柔。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消遣啊？台东应该很无聊吧？小琴有些好奇地问道。无聊才不会呢。我平时忙完农场的事情，喜欢去海边冲浪，或者到山上徒步。台东的自然风光特别美，每次出去都能发现不同的景色。有时候朋友们会聚在一起烤肉、唱歌，很热闹的。阿志说着，掏出手机给小琴看他拍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台东确实风景如画，蔚蓝的海洋、翠绿的山林，还有金黄的稻田。阿芝和朋友们在海边冲浪的照片特别吸引人，阳光下的他身材健硕，笑容灿烂，充满了活力和朝气。哇，你的身材真不错！小琴忍不住脱口而出，立刻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脸微微红了起来。哈哈，谢谢夸奖。在农场干活也是一种锻炼啊，每天都要搬重物、翻土、除草，比健身房效果还好呢。阿志爽朗地笑道。饭后，阿志提议带小琴去逛夜市，体验一下台北的夜生活。小琴本来想拒绝，但看到阿志期待的眼神，又不忍心扫兴，只好答应了。在熙熙攘攘的夜市里，阿志像个大男孩一样兴奋地拉着小琴尝各种小吃、各种游戏。他的纯真和热情让小琴也不知不觉放松了下来，开始享受这个不一样的夜晚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，小琴不禁感叹道。在上海的生活一定很紧张吧？阿志递给小琴一杯刚买的珍珠奶茶。每天都是飞来飞去，休息时间也是应酬或者相亲。妈妈总是希望我能找个门当户对的，最好是有钱有势的男朋友。小琴叹了口气，不知为何，面对阿志，她可以如此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烦恼。那你心目中的理想伴侣是什么样的呢？阿志好奇地问道。小琴想了想说，我希望他能给我安全感，有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，最好在上海有房有车，这样我们结婚后生活才有保障。原来如此，阿志点点头，脸上闪过一丝失落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不管怎样，希望你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。如果明天你有空，我想邀请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展位，尝尝我们农场的产品。小琴委婉地拒绝了，不好意思，明天我们机组有个购物行程，可能没时间去了。没关系，那就下次有机会再说吧。阿志理解的点点头。回到酒店后，小琴给妈妈打了电话，抱怨道：妈，您不是说介绍的是台湾企业家吗？结果就是个种地的农民，我堂堂一个上海空姐，怎么可能嫁给一个农民啊？不可能啊，姑妈说她家在台湾做生意做得很不错啊。妈妈也很惊讶。什么生意？就是种点水果蔬菜，连个像样的公司都没有，就他和他爸妈加2个员工。小琴越说越气愤，她太土气了，带我去吃路边摊，逛夜市，一点都不懂得女孩子的浪漫。那他人怎么样？妈妈弱弱地问道。人倒是挺老实的，长得也还行，但是妈，我怎么可能嫁到台湾乡下去种田啊？您别做梦了，小琴断然拒绝。挂了电话，小琴躺在酒店柔软的大床上，脑海里却不自觉地浮现出阿志阳光灿烂的笑容和结实的身材。她摇摇头，强迫自己不要去想那个土气34的台东小农。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小琴和机组的同事们一起去了台北的一家奢侈品商场血拼。当她正在挑选一款昂贵的包包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。小琴。小琴转头一看，竟然是阿志。他正在奢侈品专柜前挑选礼物。阿志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琴惊讶地问道。我来给我妹妹挑生日礼物，她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。阿志笑着解释道，
我每次来台北都会给她带点小礼物回去。你妹妹喜欢名牌包包，小晴有些意外。她在台北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很时尚的一个女孩子。阿芝说着，指了指专柜里的一款最新款手包。店员说这是今年的新款，你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吗？小晴看了看那款包包，确实是今年春夏的热门款式，价格不菲。她开始对阿芝有了新的认识，一个农民竟然对奢侈品这么懂行，而且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妹妹买礼物。这款确实不错，很适合年轻女孩子，但是价格，小晴欲言又止。价格是贵了点，不过妹妹一直很辛苦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阿志毫不犹豫地告诉店员自己要这款包包。付款时，阿志直接掏出一张黑卡，这让小晴更加惊讶了。她一直以为阿志是个普通的农民，没想到他的消费能力竟然这么强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有购物行程吗？看来这就是了。阿芝笑着说道，眼神里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。小晴有些尴尬，昨天她其实是故意找借口拒绝阿芝的邀请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被他撞个正着。我们确实是来购物的，小晴支支吾吾地解释道。没事，我能理解。阿芝温和地说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台东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上海。我们后天回上海，小晴回答道。那太好了，我有个提议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阿芝突然眼睛一亮，明天我们农场在台东有个小型的农场体验活动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农场生活，采摘新鲜的水果和蔬菜，还能参观一下台东的风景。小晴本想拒绝，但想到阿志刚才展示的消费能力，又有些好奇他的真实情况，便犹豫了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台东，很简单，从台北坐高铁到台东只需要2个多小时。我可以安排人去车站接你，晚上我会送你回台北，保证不耽误你后天的航班。阿芝热情地说道。在阿芝的再三邀请下，小晴终于答应了。她告诉自己，这只是出于好奇，想看看这个表面上是农民，却能买得起奢侈品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晴按照阿芝发给她的指引，坐高铁来到了台东。在车站，一位面带笑容的中年男子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牌子等候着。您好，请问是小晴小姐吗？我是阿芝的爸爸，他让我来接您。中年男子亲切地打招呼道，叔叔好。麻烦您了，小晴礼貌地问候道。让小晴意外的是，阿芝的父亲开的车居然是一辆崭新的奔驰 SUV， 内饰很新，看起来保养得很好，这更加深了小晴的好奇心，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一路上，阿芝的父亲热情地向小晴介绍着台东的风土人情，以及他们家的农场情况。我们农场虽然不大，但是很精致，主要种植有机水果和一些特色蔬菜。阿芝从小就喜欢农业，大学毕业后本来在台北一家大公司工作，薪水很高，但他不喜欢那种生活，坚持要回来接管家里的农场。阿芝的父亲语气中充满了骄傲。阿芝是学什么专业的啊？小晴问道。他是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的，后来还去日本深造了2年，学习先进的有机农业技术。小晴惊讶地张大嘴巴，没想到阿志竟然有这样的教育背景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农民应该是没有什么文化的，没想到阿志不仅是名校毕业，还有留学经历。我们到了，阿志的父亲将车停在一片整齐的果园前。小晴看到阿志正在和几个工人交代着什么，看到他们来了，立刻笑着迎了上来。你来啦，路上还顺利吗？阿志高兴地问道。很顺利，谢谢叔叔的接送。小晴点点头。那跟我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农场吧。阿志兴奋地说道。随着阿志的介绍，小晴慢慢了解到，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农场，原来竟是台东地区最早获得有机认证的农场之一。所产的水果不仅供应台北的高端超市和餐厅，还出口到日本和欧洲。我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有机种植技术，结合传统的农耕智慧，让土地自然恢复活力。阿志骄傲地介绍着，虽然产量不如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常规农场高，但我们的产品品质和口感都是一流的，价格也比普通农产品高很多。在农场的展示厅里，小晴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证书和奖状，还有阿志和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物的合影。
这是我们去年获得的台湾有机农业杰出贡献奖。这是我们参加国际有机农产品博览会的照片。阿志一一向小晴介绍着。小晴这才意识到，原来阿志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而是一个很有成就和社会地位的农业企业家。他开始对自己之前的偏见感到有些羞愧。就在小晴对阿志刮目相看的时候，突然天色变得阴沉起来。糟了，可能要下大雨了，我们最好赶紧回去。阿志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有些担忧地说道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阿志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。什么？山区的老王家闪电击中了房子，他老伴受伤了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看看。挂了电话，阿志歉意地对小晴说，不好意思，山上的一户老人家遇到困难了，我得立刻去看看。你先和我爸妈回家吧，等我处理完再回来。我能一起去吗？小晴突然提出请求，她被阿志的责任感所打动，也想看看他是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。阿志犹豫了一下，山路不好走，而且现在天气很不稳定，可能会有危险。没关系，我想去看看。小晴坚持道。最终，阿志同意带上小晴一起去山区。在离开前，他特意给小晴找了一件防雨的外套和一双适合山路的鞋子。安全第一，这些你穿上会舒服点，阿志细心地说道。就这样，小晴和阿志开着一辆越野车向山区驶去。谁知这一去，竟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越野车在山间小路上颠簸着前行，雨点已经开始零星地落下。小晴紧张地抓着扶手，望着窗外越来越茂密的树林和陡峭的山路，心里有些发怵。你害怕吗？阿志察觉到了他的不安。有一点点，小晴诚实地回答。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天气里上过山。别担心，我对这条路很熟，闭着眼睛都能开上去。阿志自信地说道。况且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这句简单的承诺不知为何让小晴的心头涌上一股暖流。以前那些相亲对象总是夸夸其谈，说着什么我会给你买豪宅，带你环游世界的大话，却从未有人如此实在地说过不会让你有事这样朴素而有力的承诺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雷声，小晴不禁惊叫一声。哇塞，这雷也太吓人了吧！小晴下意识地往阿志那边靠了靠。别怕别怕，我们快到了。阿志安慰道，同时加快了车速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一个简陋的山间小屋前。屋顶的一角已经被烧黑，还冒着烟。一位老大爷正焦急地站在门口。阿志啊，太好了，你终于来了。阿香被电倒了，现在昏迷不醒啊。老大爷急得直跺脚。王伯，您别着急，我这就去看看。阿志赶紧跳下车，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医药箱，向屋内跑去。小晴也紧跟着下了车。虽然雨已经下大了，但她顾不上那么多，跟着阿志进了屋。屋内，一位老奶奶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，看起来情况不太好。王妈，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阿志蹲在床边，一边检查老奶奶的脉搏，一边轻声呼唤。老奶奶没有回应，只是微弱地呼吸着，情况不太好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阿志果断地说，可是这个天气，救护车很难上山来，那怎么办？小晴和王伯都着急起来，只能我们自己送她下山了。阿志二话不说，一把抱起老奶奶。王伯，您收拾一下必要的东西，跟我们一起下山。小晴，麻烦你帮忙拿着医药箱。虽然已经淋得浑身湿透，但小晴此刻没有丝毫抱怨，迅速拿起医药箱，跟上阿志的脚步。她从未见过如此沉着冷静又充满担当的男人，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敬佩之情。就当他们准备出门时，一道闪电劈在了屋外的大树上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大树轰然倒下，正好堵住了他们的越野车。我靠，这运气也太背了吧！小晴情不自禁地喊道。别急，我想想办法。阿志并没有慌张，他环顾四周，突然眼睛一亮。王伯，您家后院的那辆老旧拖拉机还能用吗？能用能用，我每个月都会发动一次保养呢。王伯赶紧点头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从后门出去，用拖拉机送王妈下山。就这样，他们冒着倾盆大雨，启动了那辆看起来已经服役多年的拖拉机。阿志小心翼翼地将老奶奶安置在拖斗里，
用防水布盖好，而小晴则坐在一旁照顾他。小晴，你要抓紧了，山路湿滑，会很颠簸。阿志回头叮嘱道。放心吧，我可是空姐，在飞机上经历过的乱流比这颠簸多了。小晴故作轻松地回答，心里却紧张得不行。拖拉机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，路上到处是被风雨刮倒的树枝和石头。阿芝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清理路障，全身很快就被淋得像个落汤鸡。但他从未抱怨一句，只是不断地问小晴和老人家是否安好。小晴看着阿志在雨中忙碌的身影，突然觉得，这样一个朴实无华但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男人，比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都市精英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小晴，前面有个急弯，你抓紧了。阿志大声提醒道。就在拖拉机转弯的瞬间，山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隆声，紧接着一股泥石流朝他们涌来。天哪，要完蛋了！小晴惊恐地叫道。阿志眼疾手快，猛地加大油门，拖拉机以最快的速度冲过了弯道，堪堪躲过了泥石流的正面冲击。但泥浆还是追上来了，拖拉机的后轮陷入了泥潭中，动弹不得。怎么办？我们被困住了！小晴急得快哭了。阿志跳下拖拉机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用双手清理泥浆，试图推动车子。王博也下来帮忙，但年纪大了，力气有限。小晴，你留在车上照顾王妈，我和王博想办法把车子弄出去。阿志喊道。小晴看着阿志满身泥浆却依然奋力推车的样子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勇气。他也跳下车，加入了推车的行列。哎，你怎么也下来了？小心滑倒。阿志惊讶地看着他。我虽然是空姐，但也不是娇滴滴的大小姐，好吧？咱们一起使劲，一定能推出去的。小晴撸起袖子，用力推着拖拉机。三人合力，终于将拖拉机从泥潭中推了出来。此时的小晴早已浑身是泥，精致的妆容也花了，但她脸上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小晴，你真是太棒了，简直就是女中豪杰啊！阿志由衷地赞叹道。那可不，我可是有大力水手的潜质呢。小晴笑着回应，心里却因为阿志的夸奖美滋滋的。经过一路的艰难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山下的医院。医生迅速接手了老奶奶，初步检查后表示，多亏送医及时，老人家并无大碍，休养几天就能康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阿志和王博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三人在医院的休息区坐下，这才有空打量彼此的狼狈样子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我的天啊，我现在的样子一定超级可怕。小晴看着自己满是泥浆的衣服和手，哭笑不得。怎么会？你这样反而更美。阿志认真地说，真实的样子才是最美的。这句话让小晴心头一震。她想起自己平时花好几个小时画的精致妆容，穿得光鲜亮丽的制服，这些外表的光环下，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她真实的样子？而阿志却在她最狼狈的时候说她很美。医院给他们提供了洗漱的地方和干净的衣服。洗去了一身泥浆，小晴换上了医院提供的简单衣裤，看起来朴素了许多，但整个人却显得格外清爽自然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觉得你就像一幅精心修饰过的画，美则美矣，却感觉有些距离感。阿志看着焕然一新的小晴说道。但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你，勇敢坚强，不怕困难，比那个精致的空姐更加迷人。小晴被阿志的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她从未想过自己卸下精致妆容和光鲜外表后，反而能得到更真诚的赞美。我要谢谢你，小晴。阿志继续说道。如果不是你坚持要跟我一起来山上，我一个人可能无法那么顺利地把王妈送下山。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其实我也要谢谢你，小晴真诚地说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不一样的自己。在医院住了一晚，确认老人家安全后，阿志开车送小晴回台北。路上两人聊了很多，从各自的童年理想到对生活的看法。小晴发现阿志虽然选择了回乡务农的生活，但他的眼界和思想一点也不局限，反而因为贴近自然和土地，有着都市人所缺乏的朴实智慧。我一直以为成功的标准就是在大城市拥有高薪工作、豪宅名车。小晴感慨道，
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成功是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，还是在宁静的乡村，沃土出良禾，良禾养沃土。阿芝微笑着说，人与土地也是如此，互相滋养才能共同成长。